欢迎收看神秘文怪事，大家好，我是团长。没有订阅的朋友，请按下订阅按钮，谢谢大家。加入我们优秀神秘文怪事团，拜托大家用力按下订阅，拜托大家。大家可留言告诉我。各位优秀神秘文怪事团团员，大家好，感谢团员新进团员耐心等待，再次感谢所有团员支持本频道。影片中英语翻译中文不容易，本频道制作不容易，拜托大家帮忙加入。今天故事开始前，先提醒大家，影片最下方神秘文怪事订阅键定下去，用力按去下，请订阅，请帮忙一下，请拜托帮忙一下，谢谢大家。介绍更多好朋友加入神秘文怪事。我上一集影片讲到，震撼爆料，苏联1958年核爆月球，击落航母级 UFO 坠毁南太平洋重量级人物临终告白。没有看过新朋友，我建议先看上一集，我把上一集影片放在说明栏。今天让我带你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吧。2017年，日本的神奈川县，在这里短短2个月之内，就发生了9人离奇失踪，而由于这9个人，他们的生活轨迹几乎不太相同，而且也大多互不认识，因此第一时间，警方只当作这些都是零星个案。直到有一名失踪者的哥哥，他透过社群网站发现，他的妹妹在失踪之前，曾经和网友相约要见面，因此他决定把这样的线索告诉警方。而远警进一步追查发现，不是只有他妹妹，还有其他人也跟这名网友接触，因此他们找到了这名男网友的住处，就是这样小小的2楼的公寓，所以他们决定登门去询问。没想到问到这名失踪者在哪里的时候，这名男子指着门口的保冷箱说：“你要找他吗？他就在这里啊。”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街头逐一发送寻人启事，就想知道爸爸跑到哪里去了，哪怕路人只有看到一眼，也都可能成为重要线索。2017年8月开始，日本东京附近接连发生不明失踪案，也包含这个人的女朋友。地下乐团Bye Bye Negatives 的贝斯手西中将吾，原本要来台湾演出，但在出发前几天，女朋友和他大吵一架，提出分手后就下落不明。他发现女友最后的行踪出现在神奈川县的一处公寓，这里是2人共同朋友的住处，因此他决定自己前往挽回这段感情。他缓缓走近，抬手敲门，很快呢，门被打开了。西中和男人打了招呼，询问女友出事之前是不是来找过他。男人平静的面容一下子变得有些怪异，西中将吾根本没想到，这成为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出现。西中与女友的失踪还只是开端，然而无论是这栋公寓，还是门口的那名男子是谁，种种谜团直到过了2个月，才终于有机会透出一丝曙光。今回の事件は八王子市に住む20代の女性が行方不明となっている捜査から発覚しました。2017年10月23岁的田村爱子失踪后，哥哥登入他的社群软体，发现妹妹在失踪前最后联络的是一名叫白石的男子，随即报警调查。遺体が発見されたアパートから歩いて10分ほどのところにある駅です。こちらの駅の改札口を入ったところの防犯カメラに白石容疑者と行方不明になった女性が2人で歩く姿が映っ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す。总算有些眉目了。监视器拍下田村爱子身旁的这名男性，真的会是一连串神秘失踪案的解答吗？但由于画面太过模糊，难以掌握嫌疑犯的长相。警方看田村哥哥，决定上网问问看，还有没有人知道些什么，意外得到宝贵线索。彼に死にたいっていう風には漏らしてたんですけど、その時には俺が一緒にいるだとか、一人が怖いんだったら一緒にいるからってことは何回も繰り返し言われていたので、悩みなども聞いてくださったので、とてもいい人であったっていう風に言います。警方决定透过这名女网友和嫌疑犯相约见面。等嫌犯在车站等不到人，准备回家的时候，警方在暗中尾随，果真来到了他的住处。看来要找到失踪的田村爱子，只差敲敲门问个清楚，应该不难了吧？白石容疑者が出てきました。捜査員が妹の行方を尋ねると、クーラーボックスを指さしながら、ここですと答え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可能塞在一个小小的保冷箱当中？男子的这句话让远景倒抽一口气，打开保冷箱一看，里面铺着满满猫砂，再往里面挖，竟然放着2颗女性头颅。然而远景再往里头走，狭小的空间还堆放着其他7个保冷箱，难道里头还有其他被害者吗？白石容疑者は6畳の部屋で遺体と共に生活し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が、これだけのクーラーボックスがありますと圧迫感を感じます。大批鉴识小组成员来到现场封锁采证，在这小小的套房里，发现藏有9名被害者的头颅，以及大约240块零星的骨头。由于凶嫌平时独来独往，邻居对他也不熟悉，只是随着案件曝光，也让他们这几个月以来心中的疑惑终于有了答案。異臭はしましたね。2ヶ月前ぐらいから匂ったような気がしますけどね。なんか嗅いだことないような匂いでしたよね。今ぞーっとしてるところなんですけど。不敢置信，家里隔壁住的竟然是名连续杀人犯。警方更发现屋内的8保冷箱有一个是空的，怀疑就是为了下一名被害者预先准备。然而到底是谁残忍行凶？如今真面目终于揭晓。坐在警车后座，用双手捂着脸，生怕自己的长相被外界看到。他是年仅27岁的白石龙浩。落网后，他声称自己不是坏人，而是乐于助人的好人。这样的说法让警方无法接受，但随着深入调查，却挖出令人不敢置信的真相。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头，屋内8个保冷箱里头放着9名被害者的头颅，而这起事件震惊社会。而这名犯案的男子，他叫做白石龙浩。他坦诚，他专门找想要轻生的女子借口，说可以帮助他们结束生命，甚至还承诺可以跟助他们一起离世，把被害者骗到家中之后再将他们杀害。然而他又是从哪里去找目标？又为何要犯下这么多起的杀人案件呢？携帯。今？はい。さあ、行きましょうか。飲みます。落ち着くから。我男子约了想要轻生的女性，先到海边看海，丢弃手机，再带回家中喝了酒，接着就准备夺走她的性命。但此时窗外却突然有了动静。ここはね、夜になるとね、よく女の泣き声が聞こえるのよ。そうですか。はい。ちょっと変な匂いしますね。杀人计划被迫中断。此时寻短的女子在狭小的房间里，无意间看到好几个保冷箱，好奇之下悄悄打开，却发现里面放着1颗头颅。ダメでしょ君勝手。攻击前来查看的警员，接着男子就拔腿逃跑。电影里描述的就是白石龙浩的犯案过程，只是现实生活中没有人中途阻止他的恶行。然而茫茫人海，他又要去哪里寻找犯案的猎物呢？山内の言っていたことは間違っていなかった。世の中にはさまざまな事情で死にたいと思っている人間がいる。最狭小的网咖不断上网，在社群媒体推特上找寻想要轻生的留言。白石龙浩就用上吊是这样的称号私讯搭讪发文者。死にたいっていう人の力になりたい。彼がだからそれで殺してあげたいとは言ってましたね。非常に優しかったので、何をしてもなんかいいよいいよって感じで、優しすぎて怖かった。对住情绪低落的女子嘘寒问暖，不只强调可以提供协助，还承诺自己也能陪对方一起上路。然而将女子诱骗到自己家中，下药性侵之后再动手杀人。然而在这小小的公寓里，怎么处理遗体成为最大难题。
白石容疑者はこうしたユニットバスで遺体を切断し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す。警方后来在他的房子里面发现了锯子、绳子、锥子和刀子上都检测到了受害者的血液，显然这些工具就是用来捆绑和分尸的。除了头颅和骨头之外，肉和内脏都当作垃圾给丢掉。警方事后调查发现，他在杀害第一名受害者，也就是西中将吴的女友之后，还曾经上网询问50公斤的肉要如何处理，冷血行径令人发指。甚至警方还发现白石龙浩被捕当下，竟然还具有缓刑身份。白石很长一段人生都是依靠这种不被世人接受的行业获利。去年因为教唆女性出卖身体，被判刑1年零2个月，缓期3年执行。他甚至在红灯区出卖过自己的身体来获得收益。結構この容疑者っていうのは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能力が高い、要は社会の中で適応していく技術っていうのは持ってるんだろうと思うんです。或许就是在歌舞伎町这段走跳的经历，让白石龙浩练就好的口才，加上他为了追求吸引人的颜值，更是不惜把赚来的钱都拿去整形，利用好的外表降低女性对他的警觉性。由于被发现的遗体残缺不全，警方透过 DNA 比对，将9名被害者的身份逐一厘清，发现8女1男当中，有4名都是未成年女性，其中年纪最轻的甚至只有15岁。全員同意を得ずに殺害した。ほとんどは首を絞めて気絶させた後殺害した。最初は遺体の切断に3日かかったが、次からは早くできるようになった。相手を殺害するプロセスを楽しむ、要は相手が苦しむっていう、それが非常に自分にとっての強い快感になる。专家猜测，白石龙浩为了享受犯案时的快感，才会日夜和遗体相处，不愿意丢弃。案件进入到法院审理，经过精神鉴定，白石龙浩被认定犯案当下具有行为能力，而且犯案只是为了私欲，根本不是所谓助人解脱的高贵行为。神奈川県座間市で男女9人が殺害された事件の裁判で、東京地裁立川支部は先ほど、強盗強制性交殺人などの罪に問われた白石貴弘被告に対して先ほど死刑を言い渡しました。在极少判处死刑的日本，推特杀人魔白石龙浩的恶行，最后法官认定如果没有处以最重之刑，将难以制裁这起事件之后，推特公司在日本也新增了使用条款，如果有轻生或是助长轻生的言论，发言将被删除或是封锁账号，就是希望世人珍惜生命，别让恶人趁虚而入，大玩猎杀游戏。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至今仍有许多解不开的谜团。虽然难以置信，但在科学家让这起世纪悬案多了分想象空间，或许人类就能解开许多难解的谜团，也留给团员无限想象，埋藏着无数科学难以解释的神秘事件。在这里，人类显得渺小又无力，背后的谜团让人想不清也猜不透，是否有未知力量的助力还有待解答，是真是假只能说信者恒信了。至今仍是人类想要解开的重大谜团，许多人还是选择宁可信其有，请大家自行判断。希望您会喜欢今天主题，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对这些的看法。大家帮我按赞订阅开小铃铛，谢谢，感谢收看，下次再见。